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动态脑图谱。这项最新研究利用颅内脑电图的高时空分辨率优势，它直接观测了人类大脑在真实世界自然观影中的活动过程，结果揭示了额叶在视听处理中自发形成的清晰空间结构，以及大脑根据情境实时灵活动态分配资源的调度机制。图中蓝色点代表视觉功能响应，红色点代表听觉功能响应。蓝色点集中在顶叶区域，红色点位于额叶腹侧与颞叶。以往的传统受控刺激从未观察到如此清晰的分离图谱，它为理解大脑多模态整合提供了颠覆性的全新框架。传统实验常使用剥离情境的孤立刺激，例如纯音或电脉冲来激活特定脑区，但真实世界是声音与画面交织的动态洪流。大脑如何在无序环境中同步整合信息？过去研究确认额叶的关键作用，但面对时刻变化的自然环境，额叶究竟是静态的解剖黑匣子，还是灵活分配资源的动态路由器？研究团队对19位难治性癫痫患者进行颅内脑电图记录，数据记录70到150赫兹的高频伽马信号。实验采用12分钟多语言自然观影片段，片段包含英语、德语、法语和希腊语4种语言。颅内脑电图具备毫米级空间精度与毫秒级响应，高时空分辨率支持自然动态场景直接观测大脑。自然观影包含社交、语言、动作等多模态信息，该方法突破生态效度，为额叶动态路由提供数据。矩阵式实验设计包含有声与无声、语言与非语言4种条件。有声加语言条件具体对应英语对话片段，有声加非语言条件包含例如其他环境音，无声加语言条件使用外语对话加字幕，无声加非语言条件就是纯静音画面内容。4种条件形成听觉与视觉的交叉控制，通过对比能够分离纯听觉、纯视觉与语义理解驱动。该设计确保额叶脑信号的驱动来源可被精确解析，首个发现来自非负矩阵分解的聚类结果。额叶自然观影时自发形成2个独立网络，分别是听觉网络和视觉网络，对应不同脑区。听觉聚类位于腹侧前额叶和颞上回区域，视觉聚类集中在背侧前额叶皮层区域。这些聚类与后方感知皮层的模态划分相呼应，证明额叶并非被动混合视听信息的统一区域，而是自发组织了功能分离的并行处理通道。本研究采用 MTRF 流水线作为关键解码标尺。听觉轨道先提取频谱图作为低级特征信息，听觉轨道利用 Wave2Vec 提取语义特征，视觉轨道通过 Gabor 滤波器提取低级特征，再借助 VIT 视觉模型提取高级语义特征。两路特征经 PCA 降维后输入线性模型，该模型预测高频伽马神经响应信号值。深度学习标尺能精准判断神经编码层级。自然观影时，额叶视听特征呈现高度有序空间梯度，腹侧区域极度偏向听觉，背侧偏向视觉。电极着色从腹侧红色到背侧蓝色呈放射渐变。散点图表明视听指数随半径呈线性递增趋势，这一梯度并非随机形成，而是一张有序地图。它揭示了额叶内部明确的功能划分。这种静态图谱为资源分配提供了硬件基础。额叶并非杂乱无章，而是具备清晰空间组织。驱动力分析揭示额叶按意义而非物理特征组织。诊断矩阵分别比较了听觉、视觉2条通道。听觉通道中低级感知相关性极低且被排除，而高级语义特征与神经信号显著相关。视觉通道同样排除了低级特征的主导作用，只有高级深层语义特征驱动该空间梯度。统计检验 P 值小于 0.001 证明差异显著，因此额叶是语义处理层而非简单感官接收器。外语条件下视觉激活，是否指音阅读字幕，不同语言环境触发额叶资源的动态重分配。英语条件下听觉权重被优先分配， P 值为 0.014。 外语条件下视觉资源则获得显著倾斜， P 值小于 0.001。 大脑的流量调度能根据语言可懂度瞬间调整。静态的空间图谱并未改变，但权重分配灵活可变。这一动态位移揭示额叶的实时自适应能力。实验对比直接证明了额叶并非固定路由器，它为理解大脑在多模态下的灵活调度提供了关键证据。研究团队引入众包评分方法，连接主观与客观。独立受试者完成2项盲评，基于电影片段、
全局上下文重要性评估片段对理解全片的价值局部模态重要性，判断依赖视觉还是听觉的权重。两个评分刻度都从0到99，形成连续数值，两者相乘得到全局模态交互项及资源分配指标。该指标量化了主观意识下的视听依赖动态焦点，这为神经活动与行为感知的对照提供了量化桥梁。众包构建的资源分配指标被用作模型输入，反向测算大脑活动。结果发现，负责资源倾斜与分配的神经机制几乎全部位于额叶皮层左侧。柱状图对比显示，高全局上下文时资源分配需求显著升高。这意味着额叶不仅是静态的视听地图绘制者，更是动态的指挥中枢。它根据情境重要性实时调节视觉与听觉模态的权重比例。这一发现将主观行为评分与神经活动精准对应起来，额叶作为核心分配中枢的角色得到明确验证。研究推动我们对大脑多模态整合的认知进入动态控制新阶段。在大脑中处理网络与控制网络硬件高度隔离。文视图分析揭示了3个功能圈的重叠模式， 73.8% 的电极只做单一功能，仅有 2.6% 的电极出现3重重叠。视听特征提取与资源分配属于不同硬件实体，它们之间没有直接数据关联和交互，工人与管理层各司其职，避免功能干扰。这种硬件分离保证了决策独立性，神经活动的时序并非同步爆炸。数据揭示了精确的时序处理流水线模式，在200毫秒时，感知皮层率先捕捉视听信号，这是早期感知阶段，负责原始视听特征提取。到300毫秒时，额叶启动自上而下的评估，该过程决定当前应优先分配哪类模态资源。最后在400至500毫秒完成高级语义整合，额叶实现深度理解，形成完整神经编码。3层架构分硬件梯度、语义提取和动态调节。底层腹背侧梯度是视听信息的静态解剖地图，中层响应高阶语义，不处理低级感知特征，顶层按语言情境300毫秒内倾斜资源。3层对应3大特征：静态图谱、语义驱动、自适应。证据表明，额叶是主动分配中枢而非搅拌机。模型将认知从静态绘图带入动态交通管制，它为真实世界处理提供可计算神经框架，而是动态调度中枢。第一，额叶具有腹背侧清晰的功能划分。第二，它仅响应复杂的高阶语义而非低级特征。第三，它在300毫秒内自适应完成资源重分配。这标志着认知从静态绘图迈入动态交通管制。但数据源于癫痫患者，且场景限于多语言观影。未来可探索真实环境或结合实时神经反馈。额叶动态路由为脑机接口与人工智能提供启发。这一认知重塑了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交叉领域。